怎么了？老夫人用命人把井给封了。这么快？秦安适才供认，杨氏是被拐卖的，之前也确实曾嫁人生子。秦安贪图其美色，马来之后就一直将她关在后宅。杨氏直至投井自尽，都从未离开过府门。可秦老夫人明知道我去问了秦安口供，却还那么着急封井。看来，她想要掩盖的，并不是杨氏之死，而是这口井。这是勘验师发现的一节掌骨。根据骨质推算，这应是尚未及笄的女死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井中还有尸骨？可那个是白风亲自下的井，若还有尸骨，他不可能没有发现。隋烈那时对我说，紫竹林这口井原本是口水井，后来不知为何就变成了枯井。难不成是有人在杨氏自尽之前填了这口井，用以掩盖恶行，这样就谁都发现不了了？混账！即刻命人刨开，重新勘察井点。母亲，出了天大的祸事了！严池把那井又挖开了。他还下令把秦府整个都围起来，只许进不许出。霍大人不是说早查完了吗？怎么又？霍大人说，仵作验骨时发现了少女的骨头。祖母，这是忠永侯府的老宅，他严池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母亲，你赶紧想想法子呀！彩娥，赶紧去把我的大斗篷拿来。晨儿，你跟他们讲，我突然患了急症，要出府就医，赶紧把你父亲送出府去，快！是，快去！母亲，您不是说太子跟忠永侯会护着咱们的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的儿啊，早知道今天合并当初。父亲，不，三老爷，以前曾有个院子，专门用来养着那些买来的女孩，教她们各种才艺。后来老夫人突然有一天就把那个院子给封了，那些女孩也就都不知去向了。你是说，那些井底的女尸，就是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一天半夜我跑出去想偷东西吃，经过紫竹林的时候，就看到刘春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草席。第二天，老夫人就下令把养小丫头的院子给封了，紫竹林那口井也就成了枯井。这些事发生时，杨姨娘可以进府？哦，没有。院子被封了以后，三老爷就不怎么回家，老夫人没了办法，才准杨姨娘进府的。你可知杨姨娘为何自尽？算是与八姨娘有关吧。杨姨娘甚是美貌，一度很得三老爷的宠爱，时常为她作画。不过她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不逢迎三老爷。三老爷一生气就不让她出院子。
八姨娘进府后，杨姨娘越发失了宠，倒因此得了自由。关女孩那个小院子被封后，除了三老爷的亲信刘春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杨姨娘经常去那个小院外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天，我就总是去那儿偷看她。杨氏的来历查到了。根据杨县卷宗记录和杨家邻居们的证词，失踪10年的杨家主母与杨姨娘各方面吻合。杨家主母生得貌美，又是与女儿一同失踪，当时就有传言，说是杨家主母携女一同与人私逃。说杨姨娘就是失踪的杨家主母，那我哥刚才说的神秘小院里，很可能就囚禁着杨姨娘的女儿。神秘小院已经被拆了。还有，邻居们说，杨氏极为疼爱女儿，若是秦安用女儿要挟她入府为妾，她定然不敢不从。可杨姨娘外出时已20多岁，又带着女儿，怎会突然失踪？后来又落到秦安手里。这些事，待我审问秦安，便能知晓。根据杨县卷宗记录，失踪的杨家女儿大约11、12岁，生有6指。民间传说，生有6指之人是天降福星，所以杨县有很多人都知道杨家女儿生了6指一事。6指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怀胎时就有的坠生指，1000人中都难于一个。那这就足以说明，失踪的杨家主母就是杨姨娘。可我们已发现的手骨中，没有任何一处有坠生指的痕迹。这最后的清理核算是我亲自监督，可确保没有遗漏，除非另有藏骨之处。哪有什么死人？井里边怎么会有死人呢？快拉上来！赶紧拉！六姐姐没有看错，花棚的井离紫竹林最近，两井之间会有水道相通。紫竹林地势较高，被掩埋的尸骨很可能会顺着地下水道流向花棚井下。快命人挖看花棚的井！给我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差事办好了。这个月的月俸加1两，不，加2两。是。连兄弟们和私房钱都用上了，霍大人这回可真是豁出去了。他的治下连出不赦大案，就算是为了头顶乌纱，他也得豁得出去。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儿！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秦老夫人对子孙一向溺爱，她为秦安做了那么多，为何忍心下那样的毒手？区区保帅罢了，明显秦安已经保不住了。若想保住秦琛的前程，就不能让秦安活着上堂受审。若真如此，那为何不用更快的方式？这样秦安不仅不用受审，还能少遭罪。以秦安现在的情况，他若是想死，一时也死不了，还活得非常痛苦。若下毒之人并不是秦老夫人，她只是想让秦安饱受折磨呢？那这府里一定还有比我更恨他的人。之前我们推测，凶手杀害八姨娘，是为了引出刘春；制作鬼火是为了把我们引向紫竹林，而杀害刘春是为了牵扯出杨姨娘之死。那杨姨娘之死是为了揭开井底埋尸案。对，如果把这些案件的因果都倒过来推的话，井底埋尸案是引发所有命案的根源。受害者家人当中定有知情者，所有发生在秦府的命案，说不定就是受害者家人的复仇。我们要尽快找出受害少女的身份。重凤，这石板应该就是风景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
我想，我们漏掉了秦府的第一个案子。是连夜案吗？不，是偷移镇妖石案。无论是刘春之死，还是引导我们去寻找杨氏母女的遗骸，凶手必须要移开镇妖石才可实施。所以，偷移镇妖石才是复仇的第一步。如此算来，凶手从准备到出手杀人，竟隐忍了这么久。是啊，10几年来，秦府上下只有刘春可以公开进出紫竹林。凶手想要不为人知的偷移镇妖石，必须要得到刘春的配合。可这刘春又是秦老夫人和秦安的心腹，想要获得她的信任可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凶手的心性、城府，着实不容小觑。可那镇妖石，至少需要4、5个壮汉才可移动。凶手就算有刘春相助，也不过是2个人，是如何能移开那重逾1000斤的镇妖石？而且移开镇妖石后，他为何不立刻对八姨娘和刘春出手？他在等什么？恐怕是在等我们。我们？安阳侯府新娘案后，我曾发现有人在监视你。与其说是监视，倒不如说是等待，等待一个将他布局展开的机会。若没有你的勘验之术，八姨娘的真正死因会被秦老夫人给掩盖过去。若没有我这个亲王世子，新上任的按察使霍怀信也不敢得罪秦府，凶手的计划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可正因为你我2人合作，让凶手的布局得以顺利实施，揪出了秦安这个罪魁祸首。凶手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，忍耐许久，要的就是一击毙命。如此说来，连夜与杨氏母女毫无关系，她的死并不在凶手的计划内。回想连夜遇害当晚，刘春赶到后，特意去看了死者的尸身，像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。连夜，说明刘春根本不知死者是连夜。连夜被害时，刘春肯定不在紫竹林里。可惜我没有办法得知连夜生前究竟见到了什么，逼得凶手匆匆将他灭口。去问问与连夜交好的侍女吧，或许能找到他去紫竹林的原因。上房那几个丫头和霍大人说，连夜比彩荷进府早，但老夫人直接越过连夜，把彩荷提了一等。连夜心里不服气，一心想找到彩荷的把柄。连夜被害当晚，彩荷说是去针线房，连夜紧跟着她离了院子。可是针线房的人却说，那晚既未见过彩荷，也未见过连夜。身为老夫人最信重的1等丫鬟，又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彩荷那晚到底去了哪儿？九妹妹，你就别说了。秦二哥告诉我，这画上的女子是谁？是彩荷。听说福林整日跟着你出诊，老夫人担心院里人手不够，特意买了2个丫头来帮衬着福林。这个啊叫婉堂，
这个叫婉幸。大公子放心，我定将九娘子送到。近日府中不太平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，我会帮你。刚完工，我还顺手把这个花棚里的井也修缮了，省得老夫人担心再有人掉进去。老爷的药虽是我送的，但是每次都是经过老夫人亲自验看的。九妹妹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复仇。彩荷是杨姨娘的女儿。